他也是圣诞老人，但是又有邪恶的外表，让人不寒而栗。究竟是历史的曲解，还是恶魔的化身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邪恶圣诞克朗普斯。这是一个德国的神话传说。如果说圣诞节是西方小孩最期待的节日的话，那克朗普斯的存在往往使这些孩童没有那么乐意过圣诞节了，因为他拥有一个丑陋的外表，里面包裹着一颗邪恶的心。传说他会在圣诞节当天惩罚调皮的孩子，和我们熟知的圣诞老人圣尼古拉斯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圣诞老人会向品行端正的孩童赠送礼物，而克朗普斯则不然。克朗普斯的外形是一种半山羊半恶魔的怪物，据说他的脚是尖的恶魔脚，有长长的蛇状舌头，他的身体布满了粗糙的皮毛，看上去就像一只山羊，又像是恶魔。身体和手臂被铁链缠绕着，挂着响亮的铃铛，在他身后背着一个大麻袋，有时候还装着一个篮子，就是用来运送坏孩子的。这个传说是德国100年历史的圣诞节传统的一部分。圣诞节庆祝活动于12月初开始。克朗普斯的创建对应了正派的圣诞老人。12月6日在欧洲部分地区是庆祝圣尼古拉斯的节日，传统上是12月5日晚上就是噩梦之夜，邪恶的克朗普斯就会出现在大街上，手里拿着桦树枝，巡视所有的房屋。圣诞老人会在好孩子的鞋子上放糖果，留下礼物。和他相反，克朗普斯的特殊专长是惩罚坏孩子，他会用树枝抽打坏孩子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孩子甚至会消失，被塞进克朗普斯的袋子里，然后拖到他的巢穴里被他折磨死或者吃掉。看来被树枝打已经算是幸运的了，不然就要陷入困境。实际上，克朗普斯的根源与圣诞节是无关的，他们可以追溯到高山地区的德国前异教徒时代。他的名字起源于德国单词克拉姆彭。在12世纪，天主教堂考虑到他与恶魔太相似，而试图取消克朗普斯的庆祝活动，但是这种压制并不影响克朗普斯成为大众又爱又怕的传说。对于一部分人来说，1年1度的克朗普斯节很有趣，那时成年人也可以打扮成克朗普斯来吓家里的孩子，孩子可能还会看到克朗普斯后在街上奔跑，这实际上是被称作为克朗普斯的奔跑。有的男人喝醉后也会扮成令人恐惧的克朗普斯穿过街道，因此一个奥地利小镇会提前警告游客，如果看到醉酒的怪物在街上奔跑的时候，不要害怕，这不是灵异事件。关于圣诞恶魔的庆祝活动一般在冬季的下午4点后举行，当天空在黄昏落下并熊熊燃烧时，一些打扮成克朗普斯样子的人开始进入街道游行。尽管冬天寒冷，但是游行仍然能持续2个小时，整整一个晚上，有400多种可怕的生物在街上跳舞，热闹非凡。尽管这个节日广受欢迎，但仍然引起人们的担忧。可能新搬来的居民看到这种可怕的魔鬼游行会害怕，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，克朗普斯的热度只增不减，游行的传统也一直持续到今天。人们常常热衷于寻找以非传统节日庆祝圣诞节的季节，所以在美国，人们通过看克朗普斯的电影、特殊的克朗普斯的电视剧来了解圣诞节的阴暗传说。他们还会举办克朗普斯的派对，并参加以他为主题的比赛。关于这个圣诞恶魔，一部名为《克朗普斯》的恐怖电影就是以此为题材的，探讨了一个家庭因为失去圣诞节信仰而遭受恐怖生物的经历。11岁的麦克斯想延续家庭圣诞节的传统，给圣诞老人写了一封信，但亲戚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搞得没有节日氛围了。他的堂兄弟还宣读了麦克斯写给圣诞老人的信，还嘲弄他竟然还相信这种东西。麦克斯很沮丧，和他们吵了起来，甚至开始讨厌家里甚至圣诞节。他的父亲告诉他，即使这样，他也应该永远去爱他的家人，并给他写信给圣诞老人，以此安慰他。出于愤怒，麦克斯摧毁了这封信，把它扔到了窗外的空中，随风飞走了。然而这一举动激怒了克朗普斯。那天晚上，一场暴风雪席卷了整个小镇，导致停电。停电后，他们一家遭受了恐怖生物克朗普斯的猎杀。祖母解释说，克朗普斯是一种古老的恶灵，会惩罚那些失去圣诞节信仰的人。最后，他们一家终于摆脱了克朗普斯。这种传奇性的圣诞节恶魔曾经使孩子惊恐不已，警告他们要乖乖听话，不要顽皮，不然会被克朗普斯惩罚。在美国，圣尼古拉斯变成了圣诞老人，成为圣诞节的代名词。而这个圣诞恶魔的传说也与圣诞节联系在一起。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不真实的。话虽这么说，这些传说本身已经存在了数百年，已经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也不用再去质疑真假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、收藏和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